老爷，礼部尚书张思维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下官拜见老国丈。嘿，这王显爵一死，你是渔翁得利呀，没费多大劲儿就坐上了礼部尚书这把交椅呀。这还不是您老国丈的提携？哎，你别恭维我了，你倒当官了，我这武清侯到现在还没当上啊。嘿，而且还白白损失了几百担粮食。下官不是那种知恩不图报的主，实在是内阁从中阻拦，下官无能为力。听说皇上下旨召户部派人去调查三公子立田欠收一事。这事儿怎么着？嘿，对我还有什么隐瞒的吗？我也只听说一些。嘿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我的子立田也欠收了，让他帮助调查调查。老国丈，这次户部派金学增去宛平调查，恐怕对你不利。什么？金学增啊？他这能有好吗？这不是要我老汉的命吗？不行，我得找我闺女去。哎，老国丈，您别着急呀，您听我一句劝，这事儿啊，您不能出头。那就任他们在老汉头上拉屎拉尿啊！您忘了苏木折凤和封侯的事儿了？坏就坏在您老亲自出头，太后出掌朝政，您老是跟朝廷拧着干，这不给人以画饼啊！那你说咋办了？有人比你更着急。谁呀？驸马爷。哦，是啊，他在宛平县的子立田比我多了。想不到啊，你还真挺有心眼儿的。妈的，他张居正不是诚心戳我的心窝子吗？我说驸马爷，咱们先谈谈怎么对付他们。好，哼，好。地大不过天，井深不过海。他不是要查子立田吗？啊，让他查，我就不信他能把天翻到地下。这个张居正可不能等闲视之啊！那苏木折凤的事情，那就是个例证啊，咱们不该把他看成个软柿子，他可是绵里藏针的。我的武清伯啊，你别一遇到事情就慌慌张张的好不好？哎啊，什么胡椒苏木折凤，什么又是查子立田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你闺女在背后撑腰，他就是有三头六臂，也轮不到他跟咱们这儿较劲儿，知道吗？你就别提我那闺女了，她耳根子太软。咱们还谈谈眼下吧。眼下，我还真不知道他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。这样，我亲自到宛平城去一趟，去会会那个金蛐蛐儿。来者可是金大人？正是。哎，你的随从呢？我奉命办差，要什么随从？哦，天也不早，我已为金大人备下了薄酒，请大人赏光。沈大人，你是不是想用酒把灌迷糊了，好弄清你们的账目啊？哎，金大人这是什么话？下官只是略表心意而已。我呀，还真想为你办一桌丰盛的酒席。怎奈我这个县令兜里没钱呐，只是凑合着弄个一桌便饭。好吧，恭敬不是从命，反正我也不是什么圣人，总不能饿着肚子查账吧？啊，金大人，各位皇亲国戚、势要人物历年来子立田的收支状况都在这账簿里，来，你查吧。哎呀，沈大人，其实我到你这儿来啊，不是为了查账，而是要看看那些子立田去年是不是真的遭了虫灾。哦，那好，不过今儿已经过午了，要么金大人先在县衙里歇息，明天我派人随你下乡。
干嘛要明天吧？今儿个咱去，就半天不够啊。哎，能看多少看多少吧。离你这县衙最近的子弟田是哪家？是驸马都尉许从成家的。哦，那咱们今天下午就去许从成家的田庄看看。金大人，去年咱们县遭受了虫灾，不光是皇亲国戚的子弟田，就是普通农户的田地，10之8九也都欠收啊。那这些怎么不见你上奏啊？上奏？哎呀，上奏有什么用？你们户部管得着子弟田吗？我们户部管不着，但是皇上总管得着吧？金大人，恕沈某斗胆讲一句，皇上住在深宫大院里，对下层的民情知之甚少啊。咱们宛平县各类赏赐的子弟田有1万多顷，占去全县田地的3/10呢。这些子弟田分属371个人，这些人个个得罪不起啊。他们名下庄田的子弟银，一经核实，你就得如数的征收。但是那些勋贵是不会去缴纳的，而是让那些耕种子弟田的农户去缴纳。你这么一来，我这县令不就难办了？你有何难办的？那些耕种子弟田的农户们，若是不能如数的缴纳租赋税，那些世豪大户就会责令我这个县令为其催缴。你想想，农户们是因为受了灾才欠缴租赋，我要如果再强迫他们，不是把他们往死路上逼呀？我要是不催缴呢，那些有权有势的世豪大户就会对我百般的羞辱。县令，说是朝廷的命官，实际就是一个为世豪大户当差的佣人。谁呀？那么大声？说曹操就到了。他是谁？好像是驸马都尉许从成啊。宛平县县令沈度叩见驸马爷。户部主事金学增叩见许大人。走。嚯，牛坏了！看来他是冲你来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一看见他，我这小腿肚子就抽筋儿。老爷，小的将几个欠租的店户叫来了。叩见大老爷！大老爷，去年的租子为什么抗旨不交？回老爷的话，去年年景不好，就上一场虫灾，地里颗粒无收啊。你们租种的地里全都遭了虫灾了？是的。老戴，小的在。咱家的子弟田旁边还有哪家的子弟田？是乾清宫名下的。我知道了，乾清宫、慈庆宫、慈宁宫这3宫的子弟田和我们家的子弟田紧挨着。这3宫的子弟田遭了虫灾了吗？小的不知道啊。你们说。回大老爷的话，3宫子弟田同您老人家的子弟田都一样遭受了虫灾呀。是你说的？是小的说的。行，老戴，在。把各家子弟田交租的情况告诉他们。是。听好了，3宫的子弟田较去年少了3成，租户按7成交租。你这个刁民，你们这帮刁民都听明白了吗？啊，听明白了吗？回大老爷的话，小的地里实在只有3成的收成啊。这就奇怪了，同在一个日头底下，同在宛平县，2大片田地紧挨着，为什么3宫的子弟田欠收3成，本驸马爷家的子弟田却欠收7成了？啊！大老爷，小的没说一句谎话。行，你没说谎，难道是堂堂的驸马爷说谎了吗？你们是只认得睁眼强盗，不认识闭眼佛啊！老戴，请老爷吩咐，你把这个刁民押下去，吊他1晚上。小的遵命。把他给我大老爷，出来一你开恩呐！大老爷，你再叫，恩呐！再叫我要你的命！大老爷，大老爷。你来的正好，那帮刁民我交给你了。他们怎么了？他们抗租。县太爷，我们冤枉啊！啊！抗租不交，还说自个儿冤枉，成心气我呢！启禀许大人，下官央求您了，把这些佃户放掉吧。放了？为什么？他们没有抗租啊。没抗租。为什么3宫子弟田可以收7成，本驸马爷的子弟田却只收3成啊？
其实三公子立田的收入也只有30%，那里的佃户也是按照30%缴纳的租赋。你别蒙我了，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三公子立田的上交租赋，实时收了70%。哎，这也不假。这银子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徐大人，三公子立田的赋银有一部分是咱县衙东拼西凑临时挪借的。你挪借的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历来三公子立田的租赋都是由咱们县衙代收的，下官怕欠付太多，在太后和皇上那儿不好交代，所以才七想办法八大主意。是这样，是，我明白了。老戴，你把这些刁民放了，我们找沈大人要银子。是。徐大人，走，徐大人，走了。你沈大人能给三公子立田补交岁赋，我这个堂堂的驸马爷也当然不例外了，是不是？这怎么了？啊？你是狗眼看人低是不是？啊？皇上太后你加紧巴结，我这个老驸马爷你就敢得罪了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徐大人，这么大一笔银子，下官是实在凑不起来呀。凑不起也得凑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不要以为太后皇上你不敢得罪，得罪了我这个老驸马爷，你照样吃不了兜着走。许大人，你方才的说法不同啊！呸！你谁呀？户部主事金学增。哦，一个斗蛐蛐的主事儿，也敢跟我这儿说话呢？啊！本官是户部6品主事，是奉命来宛平县查账的。查什么呀？子立田。哼，6个指头挠痒痒，哪都说你这么一道来了？你有什么资格查子立田的账？啊？是啊，我是没有资格查你，但是我有资格查他宛平县的账。你查他宛平县城的账，关我屁事儿！滚！如果他沈大人胆敢从宛平县衙的银库里调钱出来，为你许大人的子立田填交租赋，那么本官就有资格参他。行，你小子有种，他不是替三公子立田填交了租赋了吗？你怎么不参呢？你怎么知道本官就不参？你敢参皇上，参太后？谁敢藐视祖宗大法，鱼肉百姓，我都敢参。更何况，这县衙为子立田填交租赋一事，皇上与皇太后并不知晓，而你沈大人不一样，你是明知道此举违法，却还在这儿大耍威风，强行索要，扰仗人势！我抽死你！我抽死你！还敢打人你！放手给我！放开！我砍他！徐大人，使不得！你给我滚！我砍死他！徐大人，你虽然是老驸马爷，但是你没有免死的铁券，你杀人照样是要偿命的。行，你小子有种！把这个狗官给我扔出去，扔得越远越好！朝廷命官，你竟然敢骂我是狗官，你这就是藐视皇上！藐视皇上！放开我！徐大人，你给我滚！马上从我眼前消失！把他赶走！给我滚！我非要弄死你们！层层目无王法，实在是可恨。首府大人，卑职真的很担心，这子立田租赋的改革到底还能否进行得下去？是很难，但是再难，咱们也不能泄气。沈都这个县太爷可真是太难当了。在他之前的3位县太爷都是因为子立田租赋的事得罪了权贵而被免职。太委屈他们了。学增啊，开弓没有回头的箭，千万要顶住压力，把子立田制度弊政全部摸清楚。到时候，咱们向太后和皇上禀报。是。谁呀？是奴才。进来吧。是。娘娘，冯公公有什么事儿吗？驸马爷让奴才传话说，要求觐见。这个老姑爷又有什么事儿啊？传他去平台吧。是。老姑爷今天说的都是事实。太后，在您面前，我能说假话吗？那个金学增说了，谁敢违抗国法和祖宗制度，哪怕是皇上和太后，他都敢参。呵，
谁给他这么大的胆子？是啊，他哪来那么大胆子？他把我们当成那个碧愣子手上的蛐蛐了，想整死我们。老姑爷，你这话有些言过其实了吧？太后，你真是没见到他那股嚣张劲儿啊！恕我直言，您还是提防着点吧。金学增去调查紫荔田，背后肯定有人支持他了。谁？还能有谁？张居正。满京城的文武百官、老百姓谁不知道？金学增就是他养的一条狗，让他咬谁就咬谁。这事儿吧，我也不能只听你老姑爷的一面之词。赶明儿个，我也去见见那个金学增。太后，你一定要惩治他。太后，今儿个这事儿就谈到这儿吧。太后娘娘，您明儿个还真要见那位金学增啊？我只是说说，平平老姑爷的气儿。哎呀，这几天天气转暖了，你看这老日头暖融融的。托太后娘娘的福，自新皇上登基以来啊，咱大明江山一直是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。冯公公，哎，你知道明儿个是什么日子吗？明儿个，哟，明儿是2月2龙抬头的日子。是啊，2月2龙抬头。冯公公，那明儿个应该干什么？哦，京城百姓家趁着花市赏花，小孩们争着放风筝、打饽饽。对呀。那我们女人家明儿个应该做什么？女人家，这样吧，你安排一下，明儿一早我要去大隆福寺进香。奴才遵旨。你叫上张先生，让他一同去。是。前些日子听说有一位姑娘喜欢上了张居正。对，就是他从王九思手上救出来的那位姑娘。哦，那位姑娘叫什么？叫玉娘。玉娘，明儿个让她也去大隆福寺，我想见见她。是。这事儿先不要让张先生知道。奴才明白。春花，春花，春花，秋月姐，什么事儿把你高兴成这样？内宫马上要有人来传旨意了。什么旨意？传李太后娘娘的旨意。快走！等等我，小姐，小姐，有喜事了。是不是大人来了？不是的。那会有什么喜事儿？大内派张京来传太后娘娘的旨意，他们已经在翠秀阁等你了。公公到此，玉娘有失远迎，万望公公恕罪。玉娘，听旨。传李太后娘娘指令，明日午时宣玉娘来大隆福寺相见。哎，奴婢遵旨，谢过太后娘娘。起来，起来吧。谢公公。姑娘，这么大的喜事，得给点赏钱吧？这，我逗你玩呢，哪能跟小妞妞要赏钱呢？您呢，好好准备准备，难得太后召见，把自己涂抹得漂漂亮亮的，也给太后留个好印象，不是？奴婢听公公的。好好涂抹去吧。走。首府，冯公公派人送信来，明日上午，李太后请您身着便服到大隆福寺陪她进香，并有要事相商。着便服去大隆福寺，这是何意啊？冯公公提醒，许嵩城就金学增调查紫荔田一事，今天在太后面前告了刁状。好啊，倒打一耙。知道了。等一等，你派人去通知金学增，让他明天上午也去大隆福寺。可李太后并没有说要召见他，所以啊，得想法让他去的巧妙一点。蓉儿，我的暖轿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哎，张先生，太，张先生，你看这菊花，
花大如碗，花型也特别，也不知是如何培育的。真是一盆好花，京城多的是能工巧匠。哎，店家，这花是你自家培植的还是囤来的？这位爷，这盆菊花小子已经培植过300多个品种了。刚才这位夫人相中的这一盆叫做春秋清气满乾坤，黄是秋的本色，花瓣两侧一横绿叶，是迎春之意呀。你这说的有板有眼的，这花儿值多少钱啊？不多不少，这个数5两银子。对，5两。我培植出来的花也是我的心血。这花是好花，这价码也是好价码。一丛深色花，10户中人富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这首咏牡丹诗，证明了古今一理啊。夫人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整个花市可就这一盆啊。要不，咱买下它？算了，太贵。哎呀，这穿了一身的天鹅绒，却舍不得5两银子。他不买，我买。店家，你这花架上这些盆花，捡好的取10几盆来，价格不拘啊。咱也一样，最好的花你都挑来。这2位东家说话这么闯气，买这些花往官府上送人呢？哎，送什么人呢？咱自家观赏。哦，自己用啊。咱家老爷吩咐咱来买的。他说2月2龙抬头，家里得供几盆花，养点春气。客官，这花买回去也是自家欣赏啊？那当然，咱家老爷就爱个热闹。你家老爷是？哦，小的不敢打听，小的不敢打听。你猜猜？让我猜猜。看2位公子这种气派，想必你家老爷是了不起的大官。这你猜对了。你说咱家老爷官有多大？咱家老爷那是当今皇上的国舅爷。爷，你说的你家老爷是当今万岁皇上的舅舅？这还有假？我说你这位夫人，这牛皮不是吹的，蛤蟆不是飞的。5两银子买一盆花你就嫌贵，你看看人家国舅爷和老驸马爷，这家里气派，花100两银子买几盆花，就当赏给小子的零花钱。放肆！哎，这小本生意人哪个不是在钱眼里翻跟头的？咱们没必要和他们一般见识，咱们走吧。哎，谢谢谢谢。请问老师傅，这庙里头香火旺不旺？旺啊，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焚香礼佛。那施舍香资的人多不多？多。那这一年这庙里头能捐多少香火钱？上万两银子总是有的嘛。今年大年初一，吴公公前来抢着烧第1炷香，就施舍了500两银子。是吗？那么旺的香火，难怪您这身僧衣用料那么华贵。哎，我这算什么呀？我们主持穿的那身袈裟，足足值100多两银子。首府大人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还不拜见太后？哦，下官叩见李太后。这位是？他是户部主事金学增，正在奉旨调查紫栗田一事。啊，起来吧。谢太后。你就是刚从宛平县回来的金学增。你先别走，在这儿等着，待会儿我有话要问你。是。法师，你去忙你的吧，有事儿我会叫你的。如此甚好，阿弥陀佛。张先生，你知道我为何要在这儿见你吗？臣实在不知太后为何选中在大隆福寺召见。我知道你们俩都会感到奇怪，这大隆福寺与我可有一段不寻常的缘分。说起来也是10多年前的事儿了。你多大了？16。能不能留下，我也做不了主。裕王府内当家的是陈王妃。哎呦，领主大人，您得在陈王妃面前多说好话呀！啊，好，殿下。
你叫什么名儿？李彩凤。彩凤，好听。好名儿。殿下，他是从山西逃难来的，想来裕王府讨口饭吃。哦。你谁啊？我是他爹。留下，留下。告诉陈王妃，把她放到我这书房做使唤丫头。我当上丫鬟以后，被誉王看上了。誉王抓着我的手说：“彩凤，你放心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明天我就晋升你为都人。”幸亏陈太后，也就是当时的誉王妃宽容，我才在宫里待下来了。如今誉王升你为都人，真是要恭喜你了。可你呀，也别小看这小小的誉王府，后宫里也是勾心斗角的。你从一个低贱的婢女升为都人，多少人妒忌你啊！妹子，你可不得不防啊！多谢姐姐提醒。你也知道，誉王是太子，嘉靖皇帝爷又只有这么一个儿子。如果不出意外，誉王迟早是要接替皇位的。那到时候，姐姐就是皇后了。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，而是你。我？对，是你。我身子不好，生了一位公主早夭，就再没生养。你要想在后宫站稳脚跟，除了要讨誉王的欢心，更重要的是，你要争取为誉王生一个儿子。多谢姐姐提醒，只是这生孩子的事儿，不是自家做得了主的。说的也是。哎，我听说大隆福寺庙的观音大士殿照壁上有铜钉，那些想生孩子的女人都会在2月2龙抬头那一天去那儿摸铜钉。要不你也去碰碰运气？那天天麻麻亮，天气很冷。我一大早就来到了观音殿。值殿的老尼问我：“你是来干嘛的？”我告诉他我是来求子的。老尼指指殿外的照壁，他让我闭上眼睛走过去。如果能一下子就摸到那钉儿，那再回来祷告观音，今年就一定能怀上喜。殿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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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殿下！我做了个梦，我有儿子了。殿下，您真的有儿子了，都人李彩凤为您生下一个儿子呢。啊！殿下，我有儿子了。我有儿子了，我有儿子了，殿下，我有儿子了，我有儿子了。难怪太后一到寺中，便要先到观音堂敬香，还特意吩咐要去那面罩背看看大铜钉。原来这颗钉上还系着我万历王朝的命脉。可奴才刚才还看见有一些妇人还在摸那颗钉，这是大不敬，应当立即制止。这是为何？太后摸了那颗铜钉以后，产下了当今的圣上，这是石破惊天的大事。这颗铜钉就是神钉，怎么能再让那些凡胎俗夫随便乱摸一通呢？奴才这就吩咐下去，立刻用碧纱笼，打制一个金丝罩给罩起来。冯公公是好意，但这铜钉就不用罩上了。这是为何？你们男人就是不体谅女人的苦心。天下的女人，有谁不想生个孩子？若是把那钉子罩上，那想来摸钉的女人明里不说什么，暗地里还不得骂断我的脊梁骨？张先生，你说呢？太后祈愿天下为母者都能产下贵子，这等拨苦济世之心，真乃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。难怪宫廷内外盛传太后是观音在世。
你们都说我是观音在世，那你们俩呢？你们是什么？我是太后的奴才。张先生，你呢？回太后，臣是先帝为当今圣上选拔的顾命大臣。说的没错。冯公公，3只脚的蛤蟆难找，2只脚的奴才还不遍地都是。太后，您骂的是我。冯公公说的不错，替皇上办事，第一就是要忠心。故大臣们常以臣仆自称。这仆人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奴才。当奴才并没错，只怕一个人只会当奴而无才。听张先生这么一说，奴才也可分别领会。你们2个，一个替皇上管家，一个替皇上治国。从这2年的业绩来看，先帝选你们做顾命大臣，没有选错。蒙太后夸奖，臣愧不堪当。启禀太后，4里的斋饭准备好了。等等，等我先见完那金学增再说。金大人，太后召你接见。来，户部6品主事金学增叩见李太后。坐吧。在太后面前，下官不敢落座。这是为何？朝廷的礼仪，只有2品以上的部员大臣在面见皇上与皇太后时才有赐座之礼。我一个6品蚂蚱官，在太后面前只能长跪。怎么，6品还是个蚂蚱官？比起7品县令，我6品主事是个大官，但在皇太后面前，却只能算是一只蚂蚱。听说你会斗蛐蛐儿？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既是小技，又见灵气。前年你在秋葵府斗蛐蛐儿赢了1万两银子，都捐给了太仓。你为何要这么做？回太后，为皇上分忧。方才你说你今日到大隆福寺来是公干。正是。庙里头是焚香拜佛之地，有何公干？当然有了，因为这是一座皇家的寺庙，自打英宗皇帝时起就赐予紫栗田70顷，每年租客的收入约计1000两银子，用作寺中日常的用度。下官这次来就是要来查一查，这每年的1000两银子究竟是怎么用的。查出来了吗？今日下官到这大隆福寺一看，真是百感交集。方才寺中主持陪侍太后，她身上穿的那件袈裟，不知太后是否留意？袈裟？怎么了？那件袈裟是用上等的西洋布料制作而成，依下官估计，至少也能值个20多两银子。和尚的衣服还这么贵？是啊，这也正是下官纳闷之处。你的意思是，大隆福寺把皇上赐给的紫栗银都给挥霍了？有这等嫌疑。这大隆福寺本是京城寺庙当中香火最旺的，城里头有许多的军贵都是他的施主。我还听说宫中有许多的中官每年都要到这儿来捐香火钱，包括畏罪自杀的吴和，每次来烧香都要捐上个几百两银子。有这等事？这个奴才不太清楚，不过宫里的老人或多或少都愿意到这儿来做点功德。有这么多大施主，这大隆福寺还用得着紫栗银吗？皇上赏赐田地，赏的是民脂民膏。这天下的财富额有定数，此处赏的多了，彼处就会减少。如今这天下的财富啊，上不在朝廷，下不在百姓，都让一些世豪大户给控制。金学增，让你奉旨去稽查乾清宫紫栗银缺额一事，你怎么扯起这些野棉花来了？冯公公，下官说的这些话绝不是扯野棉花。户部堂官王国光大人奉皇上的圣旨，派下官到三公紫栗田所在的宛平、清源、大兴等县实地踏勘。下官已稽查明白，去年欠缴的原因，乃是因为春上田地里遭了虫灾。论收成，这三公庄田的田地只有前年的30%，这农户们交的税银，连总数的1半都不到。差额部分是县衙想法筹措的。县衙又从哪里筹措呢？下官就以宛平县为例，宛平县县令沈度怕紫栗银欠缴太多会引起盛怒，故临时调剂。即便就是这样拆东墙补西墙，也无法凑足定额。他们凑了多少？
仅乾清宫一处，他们就凑了整整3000两银子。谁让他们凑的？宛平县令是谁？回太后，沈度。你方才那些话都是他对你说的？不是，沈度他讳莫如深，什么都不肯讲。臣方才所言都是自己调查所得。请太后息怒，金学增一派胡言，不足为惧。金学增，还不赶紧退下！是。慢！你下午去找他冯公公，从内廷的共用库中支银，宛平县衙店的银子，一厘一毫都给我退回去。你明天就去宛平办这件事儿。太后，臣只是奉旨办差，只是要说明所调查的实情，并没有要太后退还紫利银的意思。你要我退紫利银，你有这个胆儿吗？你自己还说你是个蚂蚱官。张先生，宛平县令沈度，给他革职处分，永不叙用。太后，下官有话要禀奏。你闭嘴！你要禀奏什么？太后，沈度他是实心为朝廷办事儿啊。他在宛平县任县令时，不知受了多少委屈。去年，为了紫利田欠赋，驸马都尉许从成跑到县衙大闹了一通，当众就扇了沈度几个大耳光。沈度隐忍不敢发作，像这样的好官，不但不能被提拔，反而要被革职。如此处置，有失朝廷公正。放肆！你在朝廷当了几天官啊？懂得什么叫朝廷公正？在太后面前如此张狂，凭你刚才说的几句话，本府就可以将你撤职查办。太后要将沈度革职，这是英明之举，连这一点你都看不出来，还充什么能人啊？依本府看，将沈度革职的理由至少有3：第一，三公子利银因天灾而难以收齐，这个沈度居然把学宫银和养马银挪用补贴，这不是陷太后于不义吗？第二，沈度不依法令制宪，唯唯诺诺，委曲求全，挨了驸马都尉许从成的耳光，也不敢上报朝廷。第三，沈度当了4年的宛平县令，对紫利田的种种弊端，应该说是早就了若指掌，可他却不敢为朝政直谏进言。首辅大人的话，你都听进去了吗？首辅的话，下官听了，如醍醐灌顶。经首辅点拨，下官才悟出了太后的英明锐断。你看都什么时候了，玉娘怎么还没出门？我这不是等着呢吗？我以为大内会派人来接她。这个张静光传了个旨，怎么把这么大的事儿给忘了？在哪儿呢？哦，到了。等会儿，小姐还没梳妆完呢。这都晌午了，怎么还没弄完？你们想让太后在那儿等着？小姐来了。对不起，都怪我。也不能怪你，要怪只能怪张晶没把事儿交代清楚。快点，门口马车等着呢。金学增，你起来吧。是。听说你去宛平县调查紫利田，与驸马都尉许从成发生了冲突。正是。许大人强行要沈度为紫利田租户填缴12000两银子，卑职站出来说句公道话，他就扇了卑职一耳光。许从成昨日来向我告状，说你金学增要参我，还要弹劾皇上。不是我的意思是，沈度为紫利田填银子，皇上与太后并不知晓。若我与皇上知晓呢？那如果皇上与太后知道，还要他宛平县的银子的话，那就是搜刮民脂民膏。大胆！说下去。如果皇上强行要搜刮民脂民膏，那就是昏君。虽然卑职只是一个蚂蚱官，但也会学海瑞，直接上本子弹劾皇上。你反了！你这个金学增，还不赶快给我滚出去！启禀太后，卑职心存大明社稷以及天下苍生，一时冲动，对太后与皇上多有冒犯，
还请太后恕罪。张先生，你曾教导皇上，要多用循吏，少用清流。是的，臣时常提醒皇上。这个金学增，应该算是循吏了吧？这个，请太后评判。忠言逆耳利于行。金学增，你既以海瑞自居，就不要改变。谢太后褒奖。金学增报效皇上，跟着首辅大人开创万历新政，必将万死不辞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张先生，紫栗田的问题真的这么严重？启禀太后，臣以为紫栗田制度多有弊政。是吗？国朝自圣祖皇帝以来，已经历了9位皇帝，每位皇帝在位时，都曾对皇亲国戚、进士功臣赏赐土地。截至隆庆6年，在籍皇室宗亲有8214人。去年户部统计，天下所有州府的税粮大约2668万4000担，而食俸禄者，包括文官、武官、卫所、旗军、领膳、生员等不计其数。朝廷所收税银根本无法应付如此庞大的开支。太后，首辅大人所言深切实弊，